这天晚上准备睡觉的阿花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今天是周末，宿舍就她一个人，谁会敲门？阿花便疑惑地问道：“是谁呀？谁在敲门？”门外没有回答，还是继续的敲门。阿花便起身去开门。当阿花打开门之后，只见一个黑影站在她面前。李阿四儿接到报案后，随即便带人来到了供电局的女生宿舍。看到现场的情况，李阿四儿他们也是愣住了。只见躺在床上的女子，除了衣衫不整，背部被什么物品扎了43下。又是这样的手法，在6年当中，李阿四儿已经遇到了3起。经过现场的勘查发现，在浴室发现一些血迹，这应该是凶手作案后在浴室洗过澡，走后又在门上留下了指纹。李阿四儿看到这些，顿时觉得这是凶手在挑衅自己。离开后，现场都不清理了，连指纹都懒得擦。但是李阿四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监控，比对指纹都要靠放大镜。想要破案，难度超乎了想象。虽然有凶手的指纹，但是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。虽然之前比对了10万枚的指纹，但是没有发现类似一样的指纹。半斤8两说，我们只要找到1枚类似的指纹，就可以找到凶手了。李阿四儿坐在椅子上说道：“是啊，1枚指纹就可以破案，但是这枚指纹到底在哪里呢？”过了几天，李阿四儿带人来到了供电局的女生宿舍，因为在这里又发生了一起命案。看到现场的情况，手法还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样，李阿四儿顿时怒火中烧。这凶手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一次一次的挑战着他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李阿四儿对下属说：“我要是不在半年内破案，我自行离职。”可是接下来凶手的手法越来越狠，